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应该是赚到钱了，尤其是我的会员观众，包括普通群友、普通观众啊，这几天应该都是赚到钱了，而且呢，这个利润还不小。为啥呢？来，今天面具人先来给大家做一下战绩展示啊，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近期很牛逼的公链币。那这个币为啥牛逼呢？我告诉你，和俄罗斯、乌克兰有关，世界的经济局势都将发生改变了。各位，财富的风浪口即将到来了。今天节目的内容可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完。哦，对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距离印度神童说的3月16号币圈大崩盘，金融市场大动荡，还剩几天时间？那么接下来这几天币圈究竟是涨还是跌呢？我们该如何去操作呢？你们听完今天面具人的节目就能明白了，我在节目的末尾会给大家揭晓的。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不能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的财经消息或者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有损失了，可不能怪我哦。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NFT 大奖哦，都是真金白银的东西，可以在 OpenSea 上去卖的。那这个月的10名中奖者已经开始抽奖了，下个月我还是保持10名中奖者，大家积极转发吧，中奖率可不低哦。好，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会员群里面最近的战绩啊，大家来看这张图。3月7号的时候，我当时告诉我的会员，ATOM Luna 算是近期的低点了，大家可以尝试的入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大盘是否会去36000美金啊，因为当时的整体风向、整体的走势都是偏跌的嘛。那我在节目中也说过，要保守对待了。那我们来看当时比特币的走势啊，比特币3月7号跌，可是呢，当它跌不下去了以后，在这个时候啊，面具人我就发现啊，跌不下去了。我得赶紧的给会员说，于是呢，我又紧急的发了一则会员公告，告诉我的会员，绷不住了就上就买，就可以再加点仓。然后呢，各位你们看好了啊，比特币就一路涨到了42000。来，我们看一下 ATOM 啊，从我当时说可以买以及加仓的时候，差不多就是27美金左右，一路涨到了31美金左右，这有15%多的利润吧 ？OK。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利润还不够高，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面具人上次包括上上一个节目啊，在节目末尾重点给大家推荐的 Luna 啊，来，你们看好，我让大家买一些 Luna， 从77左右一路涨到了最高104美金左右，这个涨幅接近了50%呀，仅仅只要1天时间哦。而且这个币，包括我在会员群里面也给出了非常精准的你入场的时机，听懂了没？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紧跟我的操作买入的话，相当于投1万你赚5000，投10万赚5万嘛，因为这只需要1天时间就达到了50%的涨幅，对不对啊？当然了，普通观众啊，看节目可能不是很及时的那些啊，吃到个30%左右的利润也是没任何问题的。那各位，你们看好了，昨天的这波行情，比特币最高能涨到哪儿啊？大家一看，哎，比特币38000、39000、4万、41000、42000一路在往上涨。可是呢，最高能涨到哪儿啊？我们是否能逃顶？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了。那比特币最高能涨到哪儿啊？我还是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发语音告诉大家了。我告诉大家，比特币这一周都有可能会略涨。涨到42000应该不难。来，大家听一下我的原话。我来说一下行情啊，这波上涨在近5、6天可能都会略涨啊，大涨的可能性待定，但是它涨到个42000，难度应该不大啊。听完了吧，各位，当时我发这个会员公告的时候，比特币当时的价位只有39000、4万左右啊。可是呢，当我说完了以后，仅仅1个下午的时间，比特币就涨到了42500啊。可是呢，它就是没有过43000，然后呢又掉下来了。那么也就证明了面具人我在语音当中给我的会员群友判断的局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42000达到了。但是呢，再往上
可能这个概率就不高了。那各位，你看啊，比特币从42000又砸了下来，目前呢应该是39000多。那接下来到底是涨还是跌？我们该怎么做呢？这就要牵扯接下来的操作了。我在节目最后会告诉大家的。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一周的明星币种，那就是俄罗斯的公链币 WAVES。这个币打从俄乌争端一开始，它就一路涨，一路的牛逼，从8块多美金一路涨到了现在最高31块钱美金。那面具人也同样带我的会员入场了啊！我是前天和昨天让我的会员进场的，当时进场的价位基本是22块钱美金左右，在最高点卖的话，也就是31美金卖的话，那你的利润也是50%左右，仅只要1天时间就能达到这种涨幅啊，厉害吧？你别光想着赚钱，其实赚钱的背后是认知能力的展现，是把你的认知变现的一个过程。大家来仔细想一下啊，现在网上的主流风向都是在说俄罗斯不行了，俄罗斯经济要崩溃了。那么这个 WAVES 它是俄罗斯的公链，那你们想一下，网上都在说俄罗斯经济要崩溃了，可为啥俄罗斯的链币能够逆势上涨，能够这么的牛逼呢？又创造了一个财富小神话呢？可能未来会创造一个财富大神话啊？为啥呢？来，面具人给你讲一讲那些民主大师们不会告诉你们的真正的秘密啊！如何去抓准认知的财富，不被别人洗脑啊？面具人，我告诉你的东西是真实的商业逻辑。大家现在在网上啊去看一看，要么就是一面吹俄罗斯暴打乌克兰的，要么呢就是吹乌克兰每天灭了多少俄军暴打俄罗斯的。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纯粹的二元对立啊！这帮傻逼除了吹牛逼啊，你打我，我打你啊，谁比谁厉害，除了说这些脑残话，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面具人，我想说啊，谁在那网上没事跟风无脑乱鸡巴的叫，都是傻逼。来，我告诉你们什么是价值。大家仔细观察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争端以来啊，你表面上看是打仗啊，是打这种军火战是吧？其实呢，更深层的是金融战。大家仔细观察，俄乌战争到现在啊，粮食、能源、矿石、汽油都在涨价，对吧？那有人就会说了，你光看那些资源涨了，可是俄罗斯的股票跌了呀。对，没错，虽然俄罗斯的股票跌了，从1933跌到了610，跌了几乎2/3啊，然后呢就关门了啊，这个股市几乎就是崩盘了。但是你们知道吗？欧洲股市的损失是俄股的10倍，美国两市加起来的损失是俄股的20倍。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俄乌争端，实际上呢是背后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经济主导权的争夺。各位也都知道，美元在这几年遇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全世界对美国的国家信誉的这个信任度也有些下降啊。当然，我不敢说是全面下降啊，可是呢，确实有下降。那一旦是一个王者，他的王位发生动摇了以后，那其他的次级强者可能就会蠢蠢欲动了。刚才我说到了，俄股虽然跌了，可是呢，欧股、美股也逃不过，也都在跌。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面具人，我从一位网友的留言中受到启发了啊。大家还记得不？之前2月20号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白宫记者会上面无意地说出了通胀是一笔伟大的资产。各位仔细观察啊，美国现在的通胀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点，7.5%的通胀，7.5%的通胀看起来已经很高了，对吧？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拜登觉得这个通胀还不够高，为啥？因为美国他非常清楚，他自己如果承受了7.5%的通胀，那其他的跟美元挂钩的非美元国家
将会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石油上一次冲上$100的时候还是2014年，那个时候1欧元换1.4美元，现在呢1欧元是换1.1美元，欧元贬值了将近26%。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在以美元为结算的石油的世界里，欧洲国家比上次通胀高峰时要多拿出26%的钱来买同样的石油，相当于欧洲国家的通胀实际上呢上升的比美国还要多26%。听懂了没？因为你要拿美元去买这些东西，那美元涨了以后，你按照汇率一算下来，你也得涨啊，因为货没有变，明白了吧？那么美国就能够通过这种通胀差、贸易差去套取大量的利益，明白了吧？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我掉进水里了，我把你也给拖下水，我就能踩着你上岸了。说到底还是资源和利益的分配的问题。我们这些草民呢，尤其是认知不足的那些奴隶阶层的人啊，他可能在乎的只是什么谁牛逼呀，谁不牛逼呀，一天能吃几顿饭呀，对不对？啊，谁一天能吃几斤饭呀？啊，我今天买了个好包呀！啊，我明天买了个好鞋子呀！哎呀，我今天跟朋友去吃海底捞了，来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奴隶们想的是这种最低级的牲口思维啊。可是呢，大家仔细观察，这些高手过招啊，炮火底下看不见的仗，面具人我这样给你们揭开了以后，看一看，是不是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哎，对了，面具人，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就是美国控制着世界上大量的资源，对不对？可难道俄罗斯就没有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吗？俄罗斯也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呀，对不对？你像欧洲，包括中国啊，每年的这个天然气，包括其他的能源啊，都是依赖俄罗斯的。可是你们观察一下，俄罗斯它现在借着战争引爆了欧洲的能源危机，现在欧洲的很多国家电价在飞涨，甚至呢有些地方还在限电。那这种行为呢，就有点类似于美元它通胀去收割美元国家，那俄罗斯它搞这个能源飙涨、能源危机，同样也是借着能源去收割缺能源的国家和俄罗斯有能源贸易的国家。那在这种状态下啊，欧盟和中国是很难受的。为啥？因为欧盟和中国一方面高度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呢又高度依赖俄国。它一方面要被美元捆绑，一方面呢又被俄罗斯的能源捆绑。而且呢，这些国家它把两边还都不能得罪啊，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军事最强的国家，几乎不分一二啊。那你说你是得罪俄罗斯还是得罪美国呀？而且呢，得罪了美国，美元受不了；得罪了俄罗斯，你没能源，对吧？所以呢，拜登也不傻，他知道普京也在坐地起价，所以呢，美国和俄罗斯比梭哈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都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以及对各自阵营的国家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各位看好了啊，接下来欧盟很快会出现分歧，分成极端的亲美派和极端的亲俄派，不信咱们走着瞧。而且呀，普京还放了一个大招，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就是俄罗斯政府宣布了一份不友好国家的名单，那这些国家的债务将以俄罗斯的卢布来偿还，由普京亲自签发。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反共的那些网友就高潮了，说哎呀，卢布不值钱呀，卢布谁要呀？普京这是自掘坟墓呀，普京是找死呀。那面具人我就想说，普京不是傻逼，真正的傻逼是觉得别人都是傻逼，自己牛逼的人啊！各位，你们看图。昨天我在油管社区里面发起了投票啊，我的这个投票的原文说的是智商测试题，习近平是蠢货还是聪明人？居然还有36%的人认为习近平是蠢货啊！面具人，我觉得吧，有时候呀，这个人呀，就是有点阿 Q 精神。你看。普京是蠢货，习近平是蠢货，可人家都当总统了，甚至是当皇帝了，站在了人类财富和权力的巅峰，已经是最牛逼的人了，
反而呢，那些个天天在网上喷这个喷那个的，买一桶8块钱的方便面都舍不得花钱心疼的人，还要说别人都是蠢货啊？对，别人都是蠢货，就他不是蠢货，他不是蠢货，他连买一碗8块钱的方便面都舍不得买，都买不起啊，可笑不？各位，你们仔细想好了啊！如果说普京要强制进行卢布贸易，不用美元结算的话，那欧盟、美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压力才是最大的，懂了吗，脑残们？不过没办法，生意就是这样，收什么钱，卖家说的算。你不给我想要的，我就不卖给你，对不对？那有本事你过来抢，你过来抢，你又打不过我，对吧？我俄罗斯，我军事实力啊，几乎和美国持平，对吧？你们不要听网上的那些什么个网军给你吹的啊！乌克兰天天反攻莫斯科了，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灭国了，你信吗？啊，天天在网上自己给自己画版图了，要这个分配领土了，要肢解俄罗斯了，乌克兰大胜了。各位，你要在这个经济市场上混，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赚钱，你要功成名就，你要成立自己的事业。那你至少要长一个正常的智商的脑子至少不那么容易被骗，你才有可能成功。别天天活的那个跟一群魔幻现实的神经病一样这就是为啥很多海外华人越混越失败的原因就在这儿他越是跟那些什么反共斗士呀、民主大师去混，他越是混得失败。当然了，面具人我也不喜欢共产党，我也反共，可是呢，你总不能因为反共把自己的脑子反没了吧，对不对？你反共并不代表你正义，你并不能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别人的谎言，或者是用谎言去攻击别人的谎言，都是撒谎其目的都是邪恶的，听懂了没？尤其是那种极端的脑残逻辑的谎言撒这种谎的人真的是非常可恶，真就把人当脑残了，是不是可偏偏就是有脑残信，没办法，人和人的差距甚至是大于人和畜生的差距，明白了吧？你们仔细想想嘛，俄罗斯的经济真的就是不堪一击的话，那它为何还能够重创美欧的经济呢？对不对？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俄罗斯的公链 WAVES在大家都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要完蛋的时候，甚至很多人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完蛋了的时候， WAVES 一骑绝尘，涨了5-6倍，把这些天天吹牛逼说俄罗斯已经死了，俄罗斯亡国了，俄罗斯经济完蛋了的那些大外宣舔共狗你没听错，吹俄罗斯完蛋，吹俄罗斯要死的都是共产党的特务。你们仔细的去观察那些天天在推特上要么吹 A 牛逼的，要么就是吹 B 牛逼的，不是吹乌克兰就是吹俄罗斯的，我告诉你，全都是共产党的特务，都是拿着全职工资24小时不停更新文章的那些人。你们想想，正常人哪有一天没事干天天的24小时不停的发推文的人他不工作了，他不养家了，他不吃饭了他能24小时不停的发推文，证明这就是他的营生，这就是他的工作，听明白了没？不管是挺共还是反共傻逼才做选择呢。地上有100块钱和50块钱，你选择哪一个？来，我告诉你，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不选，我整枚硬币我都要无非就是挺共还是反共嘛而我要做的就是不管你支持哪一方，你都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听懂了没？小孩子才做选择，小孩子才站队。就你这点脑子，你还在这儿想不是支持 A 就是支持 B， 你还怎么混社会？你还怎么成功丢人不丢人成功的人只讲逻辑，只讲利益，没有绝对的立场尤其是这些当权者他们讲究的是怎样能控制你们。你喜欢 A， 我就用 A 控制你；你喜欢 B， 我就用 B 控制你。听懂了吧？这个世界的真相有时候和你看到的就是反着来的。咱们就拿俄罗斯的这个经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打脸的例子，对不对？很多人觉得俄罗斯的经济要崩溃了，可是呢，俄罗斯的黄金、俄罗斯的石油、燃气暴赚呀，
对不对？很多人觉得乌克兰脑残呀，要反抗俄罗斯，可是你不知道乌克兰收了多少捐款，乌克兰赚了多少粮食费啊！很多人觉得啊，俄罗斯的公链肯定买不成啊，因为俄罗斯的经济都要崩溃了。来，打脸不打脸啊？是不是现实就跟你们想的是反着来的？咱们抛开网上带节奏的那些五毛呀、水军呀，包括那些特务带节奏的言论啊，抛开这些，你用脑子想一想啊，加密货币领域它也是金融战的重要部分，对不对？那如果普京要打金融战，他必然是要扶持自己的本土公链的、俄罗斯公链的，懂了不？好，最后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接下来币圈的行情，我们该怎么操作啊？接下来究竟是涨还是跌？来，面具人，我现在就给你答案。明天或者后天，整体的还是会略涨，大家注意操作啊，略涨啊，包括其他的币，我只说公链币啊，项目币你最好不要买，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好项目啊。虽然说有些好项目的这个潜力可能是像 Axie 一样50-60倍，但是现在这种项目还没出来，所以呢，以稳起见，还是买公链币啊，明白了吧？那如果说各位想要更详细的操作指导，像今天展示的那些图片里面的获利的会员们啊，包括参加我即将带给大家今年的革命性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的话，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可以继续的在推特上去洗脑啊，你们也不想想那些推特上面的大师，他们一天哪来的钱维持自己的生活呢？啊？24小时的不停的发帖啊，不上班就在那儿发帖，谁给他们钱呢？他发的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啊，他又不赚钱啊，目的是什么？他怎么生活？他怎么生存下去？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你信吗？对吧？至于钱的问题，当然是有人给他开工资的啦。拜拜。